Taste Atlas 每年都会公布一份全球100大美食榜单，虽然说一个食物好不好吃非常主观，但你还是可以在这个榜单中找找有没有听过的食物。而今年最不可思议的是，荷兰竟然在世界美食排名上榜了，你相信吗？嘿，大家好，我是小云。在2022年年底，被称为国际美食指南 Taste Atlas 编制了一份世界最佳美食名单，由大众投票进行在线排名。而荷兰在95个国家中排名第32，击败了聚集各方文化的小熔炉马来西亚，你敢相信吗？马来西亚美食竟然排在荷兰料理后面，排名第39。这不禁让我怀疑这份报告的真实性。我并不是因为我是马来西亚人就偏袒马来西亚，而是相信大家都有听说过荷兰料理乏善可陈，淡而无味，所以我就仔细阅读了这份报告，发现原来不止我一人，其他国家的网民都持有相同的看法，甚至还有 BBC 记者也看不下去，直呼这是史上最愚蠢的清单了。许多人认为这份榜单并不能真实反映各国人民对各种国际美食的感受，而且在这100种最佳传统美食的名单中，并没有提到任何一道荷兰菜，这就让我纳闷了耶。根据 Taste Atlas 的报道，大众主要投票的荷兰美食并不是什么传统料理，而是奶酪和高脂肪的甜味食品，这也包括了 Old Amsterdam Cheese、Short Waffle 和 Poffertjes。如果今天你问世界上哪一个国家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奶酪之国，那答案肯定就是荷兰了。事实上，人们管荷兰人叫 Kaskop， 因为荷兰人吃很多奶酪，也出售很多奶酪。Kaskop 在荷兰还有另一个意思，是指做奶酪的模子，但它也用来形容当一个人完全彻底表现出荷兰人的样子时。但这形容词并不是什么好的形容词哦，所以不要乱用，千万不要乱用。奶酪其实早已深刻渗透到了荷兰的文化里，从而奠定了在荷兰语中少不了的俗语和形容词的基础。对许多人来说，奶酪和荷兰是同义词，但对我来说，奶酪是一种食品，不是一种美食。你们说呢？再来的就是荷兰的小松饼 Poffertjes， 它就是荷兰最常见的传统甜食，通常不加任何馅料，口感和台湾的金蛋糕很相似。荷兰小孩都非常爱吃 Poffertjes， 我从来没听过荷兰小孩说不喜欢 Poffertjes。Poffertjes 其实源于一个荷兰的修道院，在那里它被当作是一种圣餐餐盘，在教会的信徒中越来越受欢迎，直到它在荷兰人中找到一个作为甜食的地位。在荷兰的饮食文化里，你会发现荷兰人其实很少吃热食，他们觉得如果一顿料理从准备到完成需要1到2小时，但我们却只用30分钟就把它吃完，这是非常不符合效益的。所以在这里，大部分的早餐和午餐都是冷食，像是面包、yogurt、奶酪、沙拉等等，就只有在晚餐时间才会吃到一点热食。在这里，一般普通的荷兰家庭每周4到5天都会吃土豆。据说荷兰人曾经有一段时间学着法国人的精致饮食，后来发现实在太浪费时间了，所以又回归简朴。就连荷兰人自己都会自嘲说，荷兰菜就是农民菜，做起来简单，吃起来快，高能量，适合赶紧吃完干力气活。在荷兰有一个酱料被荷兰人滥用到我都受不了了。酱料本身没有问题，我甚至觉得这个酱料在马来西亚非常好吃，但在被荷兰人改良之后，再加上一些乱七八糟的搭配，就完全不适合我的口味了，那就是沙爹酱。沙爹酱在马来西亚是非常普遍的，只要吃沙爹或是 ketupat 都会用到沙爹酱，甚至在马六甲还可以吃到沙爹底料的火锅。
而且这些我们随随便便在马来西亚的路边摊都可以找到好吃的，但荷兰人的吃法是在炒饭或炒面都要淋上沙爹酱，就连炸薯条、炸热狗都要用上沙爹酱。这样的搭配我是完全看不懂，但我自己有尝试过，我不觉得这样的搭配好吃。不过有很多荷兰人非常喜欢这样的搭配，就连我们家先生都觉得这样的搭配非常好吃。话说虽如此，真要说荷兰有什么好吃的，其实还是有的，但真的不多。我个人就非常喜欢吃荷兰的炸薯条，但炸薯条并不是荷兰人发明的，荷兰人吃炸薯条的历史也只不过是150多年，比起吃土豆，荷兰人吃炸薯条的时间要少得多。根据统计，每个荷兰人平均每年吃40到50份的炸薯条。这150多年来，荷兰人一共吃超过570亿份的炸薯条了。请相信我，荷兰路边薯条店的炸薯条是真正有灵魂的食物。在我之前的视频，我也曾经介绍过，在阿姆斯特丹的市中心就有一间我们当地人常去的薯条店，还有就是在 Hoofddorp 的市中心也有一间我觉得非常好吃的薯条店。如果你有机会到 Hoofddorp 那一带，你可以到这家薯条店去试试看，你一定不会失望的。看完这份榜单之后，大众似乎对荷兰的甜味食品情有独钟。由于饮食的喜好非常主观，我个人觉得荷兰料理不是普通的难吃，但这并不代表全部人的看法，所以就请朋友们轻松看待本期内容。如果你对荷兰吃喝有感兴趣，可以参考我这一支视频。好的，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在下面留言聊聊你们的想法。我是小云，我们下期再见，拜拜。